付出了真心，回來的卻是算計，而且對方還沒有付出代價。很多人在經歷算計之後呢，性格也變得不太敢相信別人。其實這不是你的問題，而是還沒有找到識別他們的方法。算計的人再聰明也會留下破綻。這期視頻就會跟你分享算計的早期信號有哪些，幫你避免被別人利用。第一，打探情報，說話的語氣很自然，看着像是關心你，跟你閒聊，但方向都指向着你的資源、人際關係和計劃。最近你跟誰誰關係怎麼樣？最近你這個行業做得怎麼樣？能買新車子嗎？你平時是不是不太敢拒絕別人？像這樣呢，用關心的包裝，做着偵探的工作。因為算計需要消耗心力和時間，打探情報就是在計算成本。先確認你值不值得下手，能不能利用，會不會反擊。下一步就是成為你的自己人，這樣的話你才能對他放鬆，在關鍵的時刻按照他的劇本走。其實普通人也會問，但多數是雙向的信息分享，但是算計者的方向單一，在需要的時候高頻的發問，重點是時機。有時候你能感覺到有一點異樣，就是對方怎麼會突然問這個問題，那這個時候就需要留意一下。真正的好感是自然流露的，算計出來的好感是有方向的。第二，人情在施壓。起初以為是免費的，用久了之後才發現居然是收費的。雖然這個費用不是強行的收取，但是會讓你自己得出我應該要幫他的結論，攻擊了人性最善良的部分。因為中招的大部分是懂感恩、在乎關係或是怕被說閒話的人。我為你付出的挺多的，你就不能幫一下嗎？我們關係這麼好，這點小事怎麼的？本質是把情感貨幣化。幫你不是因為在乎你，是在給你放貸款，等時機到了就會連本帶利的討回來。正常的人情會比較模糊、對等，而且就算推辭，對方也不會真的說什麼。但是算計者的記賬呢，很精確，不對等，也不允許拒絕，所以也容易說出這樣的話：算了，我就知道會這樣，我可能真的看錯人了。第三，製造緊迫感，冷靜是算計者的天敵。人在感到緊迫的時候，判斷力會大幅的下降。他們就是利用這一點，不讓你思考，盡可能的在倉促中做出對他們有利的決定。你現在不決定，機會就沒了。你不做的話會後悔的，就差你一個人了。當然，真實的緊迫也會有，區別是會給你信息，幫你判斷。但是製造的緊迫會把事情說得很模糊，有一種只能跟着對方的節奏走的感覺。而且在你決定之後呢，緊迫感會瞬間的消失。之前我就有遇到一個借錢的人，非常的緊迫，凌晨2點打電話說有重要的客人要請客，但是錢包忘記家裡了，要馬上快點，我就在櫃檯，明天就給你。然後到了明天呢，一個信息都沒有，自然的變成了下個月。到了下個月呢，就变成了下下個月，還反過來說你怎麼就這麼小氣？我看錯你了。第四，責任轉移。算計者最擅長的不是承擔，而是推卸責任。說服你的時候各種引誘，真的出問題了就說當時是你說的，是你自己這麼要做的，我又沒逼你。這時候呢，仔細想一下，事情發生之前對方有沒有引導你做決定，是不是模糊了風險，誇大了好處，等你按照他的方向走。如果是的話，那這些全都是保命的話，想把鍋扣到你頭上，利用氛圍和話術把自己的問題說成是對方的問題。其實普通人有時候也會逃避，但是不會成為習慣，而且會有愧疚感，想補救。但是經常算計的人就不會這樣，幾乎不會有愧疚感。第五，孤立。誰誰其實背後說你的壞話，你離他們遠一點。我上次看到他們對別人使壞，我不喜歡你跟那些人走得很近。就是想辦法把你身邊可能提醒到你、幫到你、拆穿自己的人全部的擋在門外。等你的身邊只剩下他的聲音，那他說什麼就只能信什麼。1、2次還好，時間久了，人的想法真的會受到影響，很容易被同質化。所以盡可能的不要依賴單一的信息源，就算對方沒有惡意，
同一句話，兩個人能說出完全不同的版本。這種問題在戀愛和職場中比較常見。如果你的伴侶是一個控制欲比較強的人，那對於人際關係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原則。職場的話呢，先看利益的結構。如果一個同事經常說另一個同事的壞話，那先去想，如果你跟另一個同事關係變差的話，對於這個人會有什麼好處？這麼分析的話，能避免很多職場中的算計。好，以上就是別人開始算計你的5個早期信號，我們下期見。